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卡环游记。这次我们要去浙江的湖州的安吉，过去大概2个半小时就可以到。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？我叫小桃，我叫大卡。我们接下来开启安吉的旅行了。现在时间是早上的6点20分，可以看到这个天已经有点亮了，好像还没有正式的日出。我们现在从张家港出发到浙江的安吉。一会儿路上给你们拍日出的样子。因为今天是周一，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路上的车已经开始变多了。现在时间才6点42。为什么我们这次会选择湖州的安吉呢？因为之前我们在舟山看过了江南的海，在常熟看过了江南的湖，那么我们这次可以看江南的山。很多人知道安吉的话，会通过一种茶叶叫安吉白茶。那我们正好这次过去就先去看一下它的一个白茶的观景平台，应该是种植白茶的一些地方。本身我也比较喜欢喝茶，去看一看那边的白茶好不好喝。好像很多农家自产自销的这个茶叶。没错，路上全都是标志安吉白茶。我们快要到今天要去的第一个地方。亮，我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呀，我坐前面。稍等一下。正好遇到司机大叔准备开车，我们赶紧冲上车。好了吧？好了。师傅，过去要多久？出租车这这个多久一班车？这个20分钟。 20分钟。我看你们刚进来嘛，什么排一下的。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也要去那边？车子开不上去的。像我们来这个路上看到好多这种茶厂，就有那种国营，原来是国营的嘛。因为像我知道，像苏州它有那个东山茶厂是比较，那些这产的碧螺春是比较好的。我们这边都是个体，都是私人的，就是私人的这种茶园。对，我们这种茶园就是每家每户都有。对，一路过来都是。这地方就是封田地嘛，我们这边嘛就是封那个山嘛。对。那你们这个白茶应该也都是茶树对吧？对呀。茶树种的。就是一种。不同可能品种有点差异。这个品种不一样。对。说穿了，茶树都属于绿茶，只不过制作的工艺不一样。对，像白茶应该是叫发酵茶对吧？白茶不是发酵茶，它是自然生长出来的。就跟碧螺春绿茶这种差不多。对。我爷爷以前就是我们家，门口是有一个篱笆的，篱笆也是种的是茶树，但是他不会搞这些东西。你们是哪里？我们苏州那边。苏州那边白茶我肯定不行。都是绿茶。像这种地方啊，就口感就不行。还是要往高处走，这种。对。你们等一下，下山回到这里啊。对，可以。我过去吧，我给你们带过去。可以。下去不需要花钱了是吧？不要，你们不要把票扔掉了。对。还有一个返程票，在上面。谢谢。对，
一般有价位大概怎么样的？好的要1500、1500、1300这样的。像这个下面的只有几百块。对，明白了。我们来到了安吉白茶观景平台，在这里，漫山遍野的茶树成为了风景。可惜今天是阴天，没有那种阳光洒满山野，整个世界都通透的感觉。我们已经到了安吉白茶观景平台，说这边是最美之窗，我们下去看看。购买入场券。我们在这边游览了一番，然后打算去下一个地方了。现在已经到了快要饭点了，然后我们先去找地方吃个饭。可惜的是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然后阴天又闷闷的，不然的话如果说那种天气晴天的话，估计这个满山都很绿，就很舒畅的这种感觉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不用，谢谢。不用了，谢谢。OK， 我们现在在等下去的车。你们这边是专门卖茶叶什么的？今天天气很冷，隔壁卖茶叶的小哥好心的请我们坐在火炉旁烤火等车。
上去掉头对吧？哦，单行道。啊，对。这边还有单行道。也不能双行道啊，这个。抓牢！你抓牢！下山的路上还是这位司机大叔，一路风驰电掣带着我们下山，也是刺激。飙车，真的像车神。好，师傅谢谢啊。谢谢啊。走了，走吧，我在那边。哦，有点冷啊。哦。定下来感觉人都热了，有这种感觉。这个太冷了，在这个阴天这样的天气，然后这样的山路上，飙车还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。肚子饿了，我们要去找吃的了。下一集我们要吃安吉菜。我们找了一家评分不错的本帮菜，然后现在走过去。名字叫什么？名字叫李云龙家啊，老李家。老李家。两位。你饿吗？好饿，饥肠辘辘。好像我忘记吃早饭了呀。你是不是也才忘记知道了？没有吃到。感觉这个荠菜肉丝和笋干，就是口味上确实会偏咸一点点。我们点了3个菜，一个是这个叫荠菜笋干肉丝，还有一个是什么蛋黄豆咸瓜，蛋黄豆瓜。还有一个是干锅鸡还没上。然后尝了这个荠菜的感觉，就是跟我们的差别不大，因为本身苏南浙北它的一个文化饮食习惯都是相通的，但是呢，我感觉这个偏咸。你好，我问一下你们就是本身这边吃的会偏咸一点吗？因为我感觉有点咸。哦，这样子的是吗？我们这边可能是口味一般的情况下有点偏咸，对，这个还好，对，这个会偏咸一点。好的，谢谢你们给到我们的建议，我们到时候就是说去看一下，可能在你们外面口味比较偏清淡一点。对。哎，好的。都上齐了。这肉看着好有食欲。第一口请先吃。其实，在工作日来这种浙江的一些小县城，其实是真的就是感觉很悠闲，就是工作日的时候人确实不是很多，然后就是很多的餐厅啊什么。就可能说一些评分比较高的一些餐厅都不需要等位，就是一些景点啊，就是或者说人气比较旺的一些打卡点，就是人也不会特别的多。我就喜欢这种没有人的地方，对，但是呢又很多人愿意去打卡的地方，对，但是感觉捡到便宜了。对，但是像工作日的话，可能有一个比较难受的一点就是。周一啊、周二，可能很多的，尤其是周一，很多的美术馆啊、博物馆是会不开门，它会闭馆，这个是一个就是需要牺牲的一个点。吃完午饭，我们打算去一个网红景点。所以你没发现，就是我们来到安吉这边，好多都是山，就是很多人虽然确实在山里生活就是很惬意。然后空气也好，然后很悠闲，但其实多山也制约了一个地区的一个发展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那边基本都是平原，有多么的就是可遇不可求这种，很多地方就是多山啊，或者说在一些干旱的一些地方，所以热爱自己的家乡总是没错的。其实我们刚刚就可能离那边县城就10几公里，但是我们沿路已经开了有20-30公里左右吧。
刚刚我们上来的时候，其实感觉有点战战兢兢的，它的坡度非常的陡。好吧。今天人没有什么人吧？对。完了，刚走。刚走。你要喝什么？等会儿。这是不是可以打开的？这怎么打开？这上面就是河，一个小池塘。建在悬崖上的咖啡，好吧，这个其实不是瀑布，就是人造的。还是早上的有意思啊！对，啊早上那都是实打实的感觉，是的，而且人家也比较热情。这边感觉就是一个就打造出来的一个东西。但是这边的风景非常好。对，我想说我们打算飞个无人机。我们来到了这个一个网红的打卡点，然后发现它其实就是一潭浮水，然后把那个就是可能它不断的有水注进来，然后就形成一个现象，它会那个就是在它窗边会有水滴过去，然后上山的路还是比较危险的。OK。可能就是拍照好看吧。下次还来这个地方吗？不来了，再也不来了。OK， 我们怎么上来就怎么下去。就刚才上来的时候很陡，下去的时候也会很陡。有心理准备吗？没有心理
理准备，我现在要手里都不敢拿手机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又踏上了去安吉县城的路，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安吉的它的市中心会在哪里，然后我们就投机去找了一下。我们想一下，一般来说，市中心都会有一些比较这品牌的一些商业体，我们就想到了 Starbucks Coffee， 然后我们现在导航了去那个地方。那旁边应该就是市中心了，因为我们到了晚上其实已经比较累了，我差不多在外面差不多12个小时左右就是感觉已经动不了了，我们就在这边就是刚刚不是导航了这边的星巴克嘛，然后那这边旁边恰好有一个商圈，然后我们在这边随便吃了点对付一下。一会儿就回去了。想出来消消食。对，放心。看到了这边有很多的一些衣服店啊、商场什么的。我们吃完饭，然后在这边逛逛街，感受一下这边小城的夜生活。现在时间是7点半左右，然后人还是蛮多的。然后虽然天气有点冷了，但是大家的热情还是不减。董小姐，一般判断一个地方的繁华地段，就是有2个标准，一个是星巴克，就是如果是星巴克，那旁边可能会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商业的这样的一些店，然后如果说旁边有海澜之家，也是旁边人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点，因为我们知道它都是选址都会在人流量集中的一些地方。闹市区。对，在安吉县城吃完晚饭，我们就去订的酒店了。这次订的比较偏，离这个县城有23公里，我们大概要半个小时才能到。你说你为什么要订这么远呢？因为想试一下这边的民宿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。你确定不是想为了坐无人机吗？好的。我们晚上在这个路上好像很少遇到对向的车，然后同向的车好像也很少有。夜又深了，我们又将睡去。下一集我们要去一个迷雾仙踪一样的秘境。今天是一个晴天，然后我们在这边用无人机飞一下这边的一个景色。
刚刚飞无人机的时候太冷了，我去车里拿把手套。我的天，这个山里面的温度确实低。这个车上有一层薄薄的冰。山里的阳光。这个民宿确实简陋了一些，但是环境还可以。我们去退房了，退房了就准备最后再去一个地方，然后今天下午点就回去了。这边有好看的竹林，拍一下给大家。好的。把行李放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唐，我是大卡，欢迎来到大卡环游记。然后昨天我们在这边的民宿住了一晚，现在准备去最后一个地方，然后去完之后我们下午就回去了，没错，马上出发。期待我们下一个地方。你看，然后这个就是竹林，好漂亮的竹林呀！昨天我们晚上来的时候，周围是看不见的，并且路灯也不是特别的亮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，这边真的好漂亮，真的是在山里的感觉，就感觉住在了世外桃源的感觉。因为是淡季，这边也没什么人。可能那个民宿就可能就几个人这次，因为我们就看到了几辆车而已。这个不就是茂林修竹的感觉？茂林修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茂密的丛林，很高又长的竹子。其实昨天刚到这边的时候，就是天空灰蒙蒙的，是阴天，好像还有点雾霾。今天晴天就感觉特别的开心，还舒服的，暖和的很。对，阴天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失望了，这个，因为阴天的时候拍人其实是比较好看，但是拍风景就是可能就差点那种感觉，颜色就不会很鲜艳嘛。对，就感觉饱和度就比较低，就没有那种就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的感觉。要去的瀑布咖啡绿野仙踪到达瀑布咖啡绿野仙踪馆附近。对。是哪边是可以拍那个什么照片？就从那边一直走进去。这个是竹筏，架在空中的竹筏，半空中。啊，前面有小的瀑布，还有一线天光的感觉，都是迷雾。当心掉！往这走吧，这样走，这样走。你把咖啡拿出去吧。你一定要拿着咖啡喝吗？等一下，我的哦，这个滴下来的。
虽然是人造的，但这一方秘境也颇值得玩味。我们在这小小的空间里转了又转，一瞬间仿佛进入了迷雾森林里，而我们又是某个悬疑故事的主人公。走过这个架空的竹筏，我们就打算结束这次的安吉之行，回去了。今天我们很幸运地看到了山中壮美的日出，也迷失在了梦幻的秘境里。我们也期待下一次的旅行，期待和你一起奔赴城市旷野，飞越山河江海。